大须祖训：天黑别出门。黑暗里怎么会有活人？他能活下来，不会是个魔怪吧？这玉佩和村里的石像一样，能抵挡黑暗，可能是玉佩帮他活下来的。闭嘴！再闹就把你扔出去！我们这些废人被逼到大墟里，连自己都很难养活，怎么养孩子？送人得了。不如毒哑他，等不哭了再给他解毒。老娘捡到的小孩，谁敢动？老娘有牛，能用牛奶喂的，用不着你们养活。村长，您怎么看？咱们残老村终于有个健全的人了。既然村长也同意养他，就给他取个名字吧。就让他姓秦吧，名字就叫做木，秦木。长大了便叫他去放牧。木
让你去采药，居然在外面睡到将近天黑，再有下次，连婆婆也救不了你。村长爷爷，你们总说天黑以后有可怕的东西在黑暗里活动，会吃人。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呀？是什么不重要，只要有石像在，那些东西就不敢闯进村子。村里的石像又是什么？为什么能抵挡黑暗呢？木儿，大虚的秘密太多了，少点好奇心，才能活得长久。哦，知道了。村长爷爷，那我去放牛了。木儿，记得在天黑前回来啊！知道了。这些年，木儿完全没有觉醒的迹象。要是万一木儿是无法修炼的普通人怎么办？普通人只有短短几十年寿命，大虚又这么危险，他要如何活下去？若能觅得4灵之血，或可助木儿觉醒。黑暗里到底有什么呢？你要去哪儿？牛，快回村！天要黑了！秦牧，救我！秦牧，救我！是你在说话。木儿，你是用牛奶喂养大的，我算你半个娘，你要救我出来。救你？怎么救？取出我颅顶的银针，我花了整整11年，才从体内逼出这一根银针。好像是婆婆的绣花针。木儿，你不打算报答我这些年的哺育之恩吗？怎么回事？牛，你怎么了？牛，你起来啊！整11年，我终于从该死的皮囊里出来了！这次就先杀了你，再血洗残老村的恶人！
你是谁？为什么要变成牛？我乃堂堂香龙城城主的夫人。要不是那妖妇作恶，趁我产子之际暗算，将我变成一头牛，我怎会沦落至此？此仇此恨，我定会奉还！婆婆救命啊！臭小子，耍我！瘸爷爷，你以为我还会上当吗？瘸爷爷居然这么厉害啊！城主夫人，11年前你就该死了。如果不是木耳，你以为还能活到现在？妖妇！你的手段用错了地方。当年不去惩戒你好色的丈夫，反倒记恨那些无辜女子，将她们活活打死。如今又对小儿痛下杀手，真是不知悔改。他死了？你小子，江湖经验还是不够啊！弱肉强食，适者生存。这就是大虚。走，回去。今天可是木儿觉醒的大日子。我觉醒？嗯。魔怪遍野，白骨满道，神奇之地大虚，实在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地方。这具尸骨衣着华贵，似乎是来自大虚最富庶的香龙城，想必还是城中有头有脸的人物。尸骨上的针孔是天魔教的法术所致。魔教余孽在延康国销声匿迹，原来是躲进了大虚里。诸位，随我去大虚除魔卫道。药师，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4灵的血脉找齐了吗？4灵血虽然无法弄到，不过用他们的后羿、青蛟蛇、铁骨虎、雷鸟和金龟代替，也可以练出一点灵血来。墨儿，没事吧？木儿，别怕。爷爷们，这是要干什么？他们在帮你觉醒。
听好了，接下来是你觉醒的第一课。人体内有7大神藏：灵胎、五曜、六合、七星、天人、生死、神桥。他们天生被壁垒封闭起来，需要修炼者自己破壁打开，就像藏起来的宝藏。药师爷爷炼灵血是想帮我觉醒，打开神藏吗？不错，壁破不开，便觉醒不了灵胎，无法打开神藏修炼。有的人受上天眷顾，一出生便破了灵胎壁，觉醒灵胎。就像我们9个，天分比普通人高出不知凡几，生来是修炼的苗子。这种体质就是灵体。那我呢？要助木耳的灵胎觉醒，还需要服下4灵血。这就是青龙灵体，主掌青龙元气。看老子的朱雀灵体，玄武灵体。这就是灵胎的元气属性。司老太婆是白虎灵体，白虎元气。别再叫我死老太婆。灵胎对应着4灵，有4种元气属性，因此灵体也有4种。毕竟不是正统的4灵血脉，只能练出这点灵血。喝下灵血，便会激发元气的属性，让灵胎觉醒。是不是青龙灵体？说不定是白虎灵体。一定是朱雀灵体。是朱雀灵体吗？不是，玄武灵体，一定是玄武灵体。疼，好疼。都不是。这么说来，他就是个普通人，凡体。我们都老了，如果死了，他在大虚1天都活不下去。或许应该把木耳送出大虚，送他出去，我们会被仇家发现，都会死。他被我们连累，也会死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婆婆和爷爷都是好人，我不会让你们死。别打了，放开我！我要和他单挑。好。好什么？我说，木儿是个好苗子，他是结合4灵体之长，万古无一的霸体。霸体。我也没听说过，但村长见多识广。普通灵血很难激发霸体的灵胎，必须集齐真正的4灵血。你们继续捕捉4灵的血脉后裔，练出灵血，喝得多了，自然能让霸体觉醒。好，明早咱们就去打猎。好，包在我们身上。对了，还得盯着木儿训练，消化吸收灵血，别让他喝成个大胖娃娃。从来没有过霸体，我们都会老死，只剩下木儿，你瞒不了一辈子。所以我们要木儿相信，他就是独一无二的霸体。你会害死他的，他只是个普通人。我想看看，一个普通人在无以伦比的信念下，会不会超凡脱俗，做出我们这些灵体也做不出的事情。或许将来他真的能够走出一条凡体及霸体的道路。凡体会成霸体？只要有信念，凡体即霸体。那天起，所有人都亢奋起来，就连最冷静的药师爷爷也变成狂热的炼药怪人，整天在我这个大活人身上试药。一定要喝这么多4灵血吗？
霸体就需要这么多。一次灌太多灵血，会把木耳撑死的。跟老子练刀去，消化消化。另一个狂热分子就是他，最张扬的刀客屠夫爷爷。别看他喊打喊杀的，下手却很小心，从不会伤到我。当然，这得是他还没发疯的时候。木耳，来。太慢了，你是霸体，你的杀猪刀还可以更快。夜战连城风雨就是要快。快的像是黑夜中的风雨一样，洒遍全城。刀越快，注入刀内的元气就会越强，刀气就会燃烧。给我再快，让你的刀燃烧，让你的气燃烧，让你的精神燃烧。燃烧之后就是武道的极致，就是神通。老子早晚要劈开这天，杀回去。老子被斩断的是腰，丢掉的是双腿，但不是脑袋。老子要杀！这就是刀法的极致，神通。屠夫又疯了。走，练拳。看上去马爷爷是古板阴森的棺材匠，但我知道，其实他是最热心的老好人。只是训练时，老好人也会毫不留情，重拳出击。屠夫的刀法，切出火焰才是神通，而我的拳法，打出雷音才是神通。从前爷爷们教的是基础的刀法和拳法。现在都提到了用元气属性将刀法、拳法推到极致的神通，这才是霸体的修炼。一只手也可以练拳，一只手也是1000只手，这就是雷音8式中的第8式——千手禅尊。来，攻击我！用拳突破声音的局限，突破空气的束缚，并可以掌控雷霆。一拳一掌都可以摧毁对方的魂魄和身躯，让他万劫不复。傻木耳，打不过怎么办？跑啊！嘿，生活不只有远方，还有苟且。这个每天笑嘻嘻的，是我最好的朋友瘸子爷爷。以前我以为他笑是因为开心，可见过他笑着杀人后，我也分不清他的笑是真还是假了。瘸爷爷，啊，你有神通吗？当然，我的神通就是腿。腿是风，是大地，是力量之根。你试试，只要跑得够快，一切都是平地。
你可以在墙上飞奔，水上飞奔，甚至在天空飞奔。当声音追不上你的耳朵，就算初步修成偷天神腿的神童啦！瘸爷爷的腿这么快，是谁砍断了他的腿？马爷爷的拳这么厉害，又是谁砍断了他的右臂？还有童爷爷的刀，谁能将他拦腰砍断？他们的仇家吗？我是霸体，我得变强。虽然我可能永远也不能像他们一样强大，但必须付出100倍的努力去保护他们。木儿，别逞强。你的元气快耗尽了，先来调息一下。这是我们残老村的老大，最博学的村长爷爷，无论他说什么都是对的。你从小练的这门导引功，就是专门训练霸体运转元气的功法，叫做霸体三丹功。霸体三丹功听起来好厉害。只要觉醒灵胎，凭借霸体和霸体三丹功，你定会成为万古无一的强者。教我修炼的还有最爱折腾人的铁匠哑巴爷爷，最骄傲的画师聋子爷爷，最喜欢耍帅的相术师瞎子爷爷。爷爷们都这么拼了，作为霸体，我也不能落下。霸体三丹功，村长，你教他的好像是旧时代最普通的导引功吧？木儿的元气没有属性，只能修炼最简单、最初级的功法。这种小孩子打根基的低级功法，很难有什么成就。我原本也这么想，但木儿自幼练导引功，再加上每日服用4灵血，现在他的元气已经强得吓人，只是没有属性，发挥不出威力。有多强？几乎有你灵胎深藏的5成功力。什么？5成？等他觉醒灵胎，元气岂不超过我数倍？这还是导引功吗？你觉得他往后能修炼到什么程度？我也不知道，说不定木儿可以成为第一个将导引功推到极致的人。经过爷爷们的疯狂训练，我能明显感到身体比以往更强，元气也更充足。只是究竟要修炼到什么程度，我的霸体才会觉醒呢？木儿，木儿，这位就是最疼我的司婆婆了，也是村里最多变的人。她有时是裁缝，有时是接生婆，有时又变成了商贩。这可是上等的。我总觉得婆婆还藏着更神秘的一面。木儿，和婆婆去村外，我教你一个裁缝真正拿手的东西。裁缝拿手的不就是做衣裳吗？今天做的
是一件很特别的衣裳。每个生灵都有2件衣裳，一件是靠魂魄气血维持的躯体外形，另一件则是依附躯体而生的影子。外形，影子。婆婆这就做件衣裳给你瞧瞧。嘘。第1步，定魂魄。不动了。我刚才弹出的元气，就是定住了他的天魂。婆婆，为什么你只定住了小鹿的倒影，小鹿就不动了呢？真正厉害的法术能通过影子影响本体。这2道元气定住的是地魂和生魂，3魂主掌精气神，而7魄主掌体内气血运转。定住3魂7魄，就能锁住这个生灵。木儿，记住了吗？记下了，记下了。接下来就是做衣裳的关键，我们要将躯体的形与影分离。用它的影子做衣裳，需要用到一些针法。太神奇了！这就是婆婆的神通吗？这才是我们裁缝应该做的衣裳。那小鹿怎么办？它没有影子，会不会有事啊？我们只是借用一下影子，等婆婆拔出针，影子就会自己去找主人。锁魂定身，造化天魔功，影法自在，魔影幻魔功。果然是魔道法术。那些人是谁？隔这么远，怎么把声音传过来的？大虚蛮荒诡异，天魔教余孽在外面活不下去，竟然堵进了这里。什么天魔教？这些人说话真奇怪，穿的也奇怪。老身不过是江边的普通人，普通人可没有定魂魄的本事。这次你还只是剥离鹿影之仪，下次你是不是就要剥人皮？剥人皮？造化天魔功就是锁魂剥皮的邪术。我派许多前辈被你们这些魔头变成牛羊，一辈子耕地吃草，甚至拉到集市上宰杀贩卖。你的手法，我漓江五老断不会认错。木儿，别怕，这世上披着人皮的禽兽太多，我们学着法术，就是将他们打回畜生样貌，让他们不能再骗人害人。原来是漓江派的5个老鬼，自从漓江派做了延康国的走狗，真是越发狗仗人势了。如今还敢跑到大虚来乱吠。延康国是奉神谕建立的国家，我们漓江派身为南疆第1剑派，辅佐延康乃是顺应神意的正道。神谕早已言明，大虚是神器之地。
凡遇大虚中的神之器皿，格杀勿论。你这魔头，不仅违背神谕，还将邪术传授器皿，简直罪孽深重。不诛杀你，不知道还有多少生命葬送你手。他们要杀婆婆。木耳，这几个老杂毛奈何不得婆婆，但你在身边，婆婆便会分心。快跑！漓江五子，不得叫那魔崽子为祸苍生，将他斩了，提头来见。仇儿遵命。他们都是灵体，灵胎神藏的造诣不弱，木耳肯定会被追上。魔头，在我们面前你也敢嚣张？老身好久不曾活动筋骨了，你们5个老鬼，莫非也想被我做成衣裳？好快！他们居然能像瘸爷爷一样在水上飞奔，沿着江边跑，一定会被堵住。这魔头果然有些本事，居然那么久都拿不下他。魔头，受死！婆婆会不会有事啊？不行，我得让爷爷们来帮婆婆。桃林这2个速度稍慢，只能从他们这边突围。别想逃！那魔崽子贿赂了陆群，把这些鹿通通杀了。鹿也是一条生命，你们这样滥杀生灵，到底谁才是魔？在那里，藏不住了。他居然用凭空操断剑！难道他是用这道细丝操控剑的？
经不如自己的身体灵活。我要逃出去，只有……什么？我空间的元气还不够强。那丝线竟是元气，元气化丝。弓箭术异常高深，今天师弟师妹不妨就拿这魔崽子练手，怎么样？正合我意。他竟能同时操控那么多把剑，好厉害！不能让他们跟去伤害村里人，我要带他们去那个可怕的地方。你身上藏着铁锭，瘸爷爷教我腿功，必须穿铁鞋绑铁锭，负重了50斤。让你们见识一下我雅爷爷的锻造手艺。什么铁器如此坚固？身体突然轻了好多。你。不好！不要去想你踩的地方是否能承载你的重量，只要你跑得够快，水就是平地，草就是平地，空气就是平地，到处都是一片坦途。偷天神腿，踏过须弥山。这家伙跑得好快！这小子元气虽然深厚，却毫无属性威力，可见他没有觉醒灵胎。曲师兄已是灵胎境巅峰，他死定了！小魔崽子，哪里逃？这里甚是诡异，定有强大魔物。